彭城之战让项羽重新夺回战争主动权，但是此时项羽的身份已经悄然变化，从天下共主的霸王，降格成了与刘邦争天下的诸侯。5月，刘邦沿途收拢残兵败将，退入荥阳。项羽率楚军紧随而至，并发起进攻。到底项羽能否一鼓作气消灭汉军，还是刘邦使出一招妙手扳回局面？楚汉战争棋局的形势更加复杂，由此进入了艰苦漫长的中盘对峙阶段。象棋，这是大多数中国人都十分熟悉的传统棋类游戏。其源头能追溯到战国时代。黑红两种棋子代表对峙中的两方军队，在棋盘正中横亘着一条赫然在目的楚河汉界。这是人们为了游戏而想象出来的分界线，还是真实的存在呢？楚河汉界荥阳之战，双方在对峙2年呐，在光武山，荥阳有光武山，双方对峙。没想到楚河汉界到了宋朝，把作为棋盘那条河所以地形地貌成为棋盘上的文化了，一直到现在。荥阳，河南省境内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城市。过往的人流和静谧的小巷显示着这里的忙碌与安宁。然而2000多年前，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。在彭城之战中惨败的刘邦，靠着夏侯婴的保护逃进了荥阳，而留守关中的汉丞相萧何紧急征募青壮年兵士，并调集物资送到荥阳，希望尽快重整旗鼓。那刘邦为什么要选择在这里和项羽对峙呢？秦朝时，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，就在荥阳设三川郡。当朝丞相李斯的儿子李由出任郡守。作为东方门户，秦朝在派驻重兵的同时，还在荥阳广武山路建立了敖仓，用以囤积军粮。据说最多时，这里存放的粮食竟然占据了国家粮食总储备的1半。除了丰富的粮食储备，荥阳独特的地理形势和位置，也让它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我们看地图就可以知道，荥阳的西边是丘陵和山地，而它的东边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，它是一个交界处。这个地方还有一条鸿沟，鸿沟很深，深达100米，当时还有水，是一个天然的防御的屏障。它旁边的城高就是虎牢关，那么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。依据这2个屏障，它可以抵挡项羽，即使战败了，他往后退也可以步步为营，不至于一败涂地。正是由于城高和鸿沟的存在，
从公元前205年4月开始，项羽和刘邦在荥阳一带进行了历时2年多的拉锯战。它是楚汉战争中历时最长的一次战役，这也使得荥阳成为了楚汉相争最重要的战场。在如今荥阳市的广武山上，当年项羽的坐骑乌骓马仰天长啸，隔着鸿沟，对面就是汉王刘邦的军营。两个对峙中的阵营相距只不过300米左右，因此人们也把鸿沟东面的山叫做霸王城，鸿沟西面的山叫做汉王城。对于项羽来说，如果不拿下荥阳，他就不能指导刘邦的关中老巢，这成为项羽西进的第一道障碍。而刚刚丧失了数十万大军，借助大风才死里逃生的刘邦，靠着超乎常人的心理素质和张良、萧何等人的辅佐，神奇地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重整旗鼓。他希望改变战略，依靠荥阳独有的敖仓粮库和城高天险，同项羽决一高下。此时的楚汉荥阳战场上，刘邦驻守荥阳，在他的身后是汉国的各个郡县。丞相萧何源源不断地从蜀、汉中运来粮食，贮存在敖仓。而项羽的身后，则是他分封的诸侯国，与自己的楚国都城彭城相距足足有800-900里。在楚汉战争中，还有一个人的作用，虽然是隐形的，但是绝对不能忽视的。这个人就是萧何的作用。萧何的作用是什么呢？他是为刘邦巩固了大后方的根据地，得以源源不断地向前方提供粮草和兵源。那么他在治理关中的这个时期，向前方输送的兵源和粮草，使得刘邦能够坚持了下来。他的这个功绩别人不清楚，但是刘邦的心中是非常清楚的。险峻的地势，充足的粮草，这些有利因素帮助刘邦转危为安，但只是暂时抵挡住了楚军的攻势，并不是长久之计。刘邦依然难以战胜项羽，怎样才能转弱为强呢？早在逃往荥阳的路上，刘邦就意识到自己组织的反楚联盟外强中干，他急需找到更可靠的帮手，与自己一同对抗项羽。极具战略眼光的张良当即指出3个人选：英布、彭越、韩信。其实彭城之败啊，对于这个汉军阵营来说，这个可以说是巨大的震撼。所以，对于汉军阵营来说，这阵儿拉盟友，建立一个反项羽的这个共同战线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张良的建议更多的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点。那么当时能够对于刘邦的事业有重大帮助的，可以说主要就是韩信、这个彭越、英布这样的人。韩信和彭越这阵儿应该说都是刘邦的人，但关键就在于英布的这个态度。英布，项羽手下最得意的爱将，他天生桀骜不驯，因为年少时受过情刑，脸上被刺了字，从此改称自己为秦布，
加入项羽的军队后，由于作战骁勇，英布逐渐崭露头角。英布啊，可以说是项羽最得力的一员干将，同时也是项羽的一个好学生。他带兵打仗、行军布阵，跟项羽都非常的相似。英布卓越的军事才能让项羽有了惺惺相惜之感。大凡最棘手的任务，他都会交给英布。巨鹿之战后，英布奉项羽之命，坑杀了20万秦军降卒。楚怀王被前往谶见后，又是英布奉命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杀了楚王。项羽大封诸侯时，英布被封到了秦时的九江郡，是项羽部将中唯一封王的人。作为项羽的死党，想要策反他，似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，这阵儿的英布手握雄兵，但是他的这个政治态度，我们只能称之为叫做手鼠两端，非常的暧昧。第一次，项羽让他派兵协攻齐国，不去，派了几千人，我不去，我说我有病，脑子疼、肚子疼，拉肚子啊，对，就这儿，突病不出。第二次打刘邦，他又不去。项羽很信任他，他又不去，不去，项羽可就沉了心了。骄傲的项羽既肯定英布的勇武，又不愿意原谅英布的自私。在此之后，他对英布没有了往日的亲近，一直不冷不热。这让英布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命运。同时也给刘邦提供了拉拢英布的机会。该如何策反英布？又该选谁前往九江国？臣请使之。此时，汉军营里一位名叫随和的儒生，毛遂自荐，表示愿意前往九江国当说客。他似乎很有信心。公元前205年11月，随和到达九江国都陆县。该怎样劝说动英布呢？随和的心中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他手中尚有2个取胜的砝码。他和英布都来自陆地，对于出身低下的英布而言，乡里间的感情是相当重要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此前由于英布没有听从项羽的号令出兵攻齐，2人之间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痕和猜忌。然而让随和没有想到的是，等了3天，也没能见到英布。自己的口才根本没有办法实施，随和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中。此时此刻，比随和更焦虑的人是九江王英布。英布也在紧张地评估汉楚2军形势。
他知道，自己加入任何一方都可能改变整个局势。对于原本与自己地位平等的刘邦，英布并不甘心自降身份，成为汉军一员。可是西楚霸王项羽已经对自己心存不满，一旦消灭了刘邦，他还会保留九江国吗？这个决定太重要了，一向果断的九江王英布也陷入了犹豫之中。几天后，英布在九江国的侧殿中接见了随和。战争形势的瞬息万变，已经让随和做好了说服九江王的充分准备。说白了，你在观望，你是个欺强派，这点我先给你点破。第二，我告诉你，楚王这个人的为人你是了解的。如果楚王最后真正的胜利了，天下还会继续大乱，诸侯不服，那不光是一个汉王灭了，天下就可以平定的事情，而你也将处于危险的境地。可是汉王就不一样，汉王仁厚，对吧？而且汉王这个人，你如果归汉的话，可以这么说，功名利禄皆可保全。然而事情陡然生变，没过几天，项羽再次派使者来催促英布出兵荥阳前线。眼看英布摇摆不定，随和的一个突然举动，让英布做出了最终的决定。九江王已归汉，楚何以的发兵？说英布已经归汉，怎么再会发兵助楚？说实话，这阵英布并没有公开的表态。随和这样干，原因很简单，就等于把你逼上梁山。然后，随和马上劝跟这个英布说你现在只有一条道，就是立刻把楚国使者杀了，然后跟着我归汉。也就是说，等于他用这种方式，把英布强行绑上了刘邦的这个战车。对于荥阳前线一直等待英布出兵的项羽来说，这个消息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。项羽不但失去了一个最得力的勇将，而且增添了一个可怕的对手。他不得不暂停进攻荥阳的计划，这也给刘邦稳固荥阳防线赢得了充裕的时间。汉军此时抓紧修筑通向敖仓的甬道，以供应荥阳军粮，并在成皋、巩县、洛阳一带屯驻重兵。这样，汉军最终建立起以荥阳为中心，北起黄河，南至南阳的防御战线。楚汉战争由此进入了长达2年4个月之久的对峙阶段。得知英布反叛后的项羽，立即下令攻下九江国。在与楚军激战几个月后，英布战败，不得不投奔荥阳。12月的天气已经十分寒冷，刘邦懒散地坐在卧榻上，一双脚正泡在热气腾腾的水中。听到英布到达军营，
刘邦不加思索的就要立刻召见。但是前来觐见的英布，并没有这样想。你汉王我是九江王，凭什么呢？我来之后你在洗脚，你拿我当小人呐？我不是你下人，脸色顿时那拂袖而去。刘邦的那些跟班的就劝他：啊，您到你的舍下，就是招待所，你到招待所就知道了。英布垂头丧气地转到下榻馆舍。等到步入馆舍，英布却看呆了。只见自己的房屋形制、饮食规格、随从人数，全都与汉王府所见一样。英布由此看出，刘邦依然视自己为与其地位相等的诸侯。你看英布走了之后，战败之后，他把英布的家人都杀掉了。那英布就被逼走，他们没有办法了。而刘邦呢，他这样接纳他，就让人心里感到温暖。敖仓，位于荥阳市东北方的黄河岸边，自古以来，这里便是各地运送粮食的库存站。汉军的粮食都囤积于此，但是这里与荥阳和成皋间，并没有可以驻军防守的屏障。汉军为了粮草的运输安全，在荥阳与敖仓之间修筑起一条两边砌有围墙的甬道。对于甬道的重要意义，楚汉双方都非常清楚。公元前204年3月，项羽终于对荥阳发起了正面进攻。楚军首先攻克了汉军在荥阳以东的各处据点，接着不断进攻荥阳至敖仓间的甬道。经过反复拉锯，荥阳与敖仓之间的粮食运输被楚军破坏，荥阳汉军陷入孤城乏食的困境。4月，项羽指挥大军包围了荥阳，意图将刘邦围歼于城中。这时，楚军在正面战场占尽优势，汉军只能收缩城中防守。再加上粮道被断，刘邦无心恋战，就主动向项羽提出议和，承诺只保留荥阳以西领土，不再向东进攻。项羽虽然掌握着主动，却也无法破城，于是打算接受议和条件。可是范增竭力反对，敦促项羽拒绝刘邦继续进攻。刘邦探听到项羽差点停战，却被范增劝阻，不禁大为光火。为今之计是该如何解决眼前的困局？这时，谋士陈平的一番分析给刘邦带来了希望。在陈平看来，项羽军中两股力量的矛盾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。在项羽的阵营里面，他的项氏家族是主要的力量，然后呢，非项氏家族的那部分人又是另外的一派力量。而在这里边呢，项羽在处事的时候，在利益的分配的时候，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均衡，而这种不均衡本身也会使他们之间产生矛盾。这种矛盾的冲突就是反间计的一个基础。
陈平通过安插在项羽周围的内线，散布范增、钟离昧等人不满项羽不封赏自己，已经暗地投靠刘邦。项羽产生了怀疑，派使者进入荥阳刺探情报。刘邦亲自招待厨食，陈平暗中布置，准备最高等的猪牛羊3牲太牢宴。席间，刘邦热情地与使者交谈。当了解到使者是代表项羽而来时，不仅变了脸色，还让人撤掉了太牢宴。结果呢，上来之后，然后再佯作恍然大悟状，说啊，原来你是这个项王的使者，而不是这个亚父的使者啊，那不能给你吃这个，然后给他换上了很粗劣的这个饮食。其实这种离间计啊，你如果脑子比较冷静的话，就能分析出这是一种这个计谋，这是离间。但是对于项羽来说，项羽早已经与范增之间矛盾重重了。在今天看来，陈平的反间计显得如此初级而拙劣。这样的伎俩竟然能够成功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。然而，当我们回头分析这段历史，却发现事实或许并不那么简单。恐怕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就是还是那句话，项羽这个人刚愎自用，他是不大能听人劝的。而范增这个人呢，相当于一条船的这个舵手，他总是希望这条航船保持一个正确的方向。可是项羽像是一个瞎指挥的一个船长，他就一味要求高速高速，所以呢，这个范增与项羽之间的这个矛盾呢，就越来越深。范增的离开，让项羽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智囊。项羽更加不信任部下，他能够获取的正确建议越来越少。项羽如同失去方向的野兽，开始一步步走上疲于奔命的末路。对于年过70旬的范增来说，他一直尽心尽力辅佐项羽，如今却被离间出局，心中郁结难平，竟在归途中发病而死。陈平的反间计虽然成功，但荥阳孤城依然被项羽大军包围，刘邦的人身安全还是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。于是陈平又与刘邦的亲信季信谋划了一个解救刘邦的方案。5月的一天晚上，荥阳东门大开，刘邦乘坐自己的王车，打着汉王大旗，带领2000余人的队伍缓缓走出。这一声呼喊在安静的夜间传播得分外远。听到这句喊话的楚军异常兴奋，他们终于获得了楚汉战争的胜利，
不一会儿，越来越多的楚军听到消息，纷纷跑来东门观望。严整的楚军阵营已发生了松动。就在这时，荥阳西门突然打开，一小股骑兵飞快冲过混乱的楚军阵营，向西飞奔而去。楚军组织涣散，竟然没有拦截。项羽听到刘邦出降的消息，将信将疑，随即亲自前来确认。等到了刘邦车前，仔细打量，才发现这哪里是刘邦，原来是参加过鸿门宴的纪信。再看纪信身后的士兵，竟然都是女子。得知被骗的项羽大怒，下令将纪信和车马一并烧死。这一切都是陈平的设计，让纪信假扮刘邦诈降，刘邦趁机向西奔入成皋。得到刘邦逃走的消息，项羽已经无心再攻荥阳。他留部分军队围困荥阳，自己率军扑向荥阳以西数十里的成皋。而刘邦并没有在成皋停留，他一口气奔回关中。成皋随即被项羽攻占。回到关中后，刘邦立刻征调起关中的后备力量，准备挥师出关夺取成皋。此时，一个叫袁生的谋士制止了他。他去到刘邦阵营，献一计：你出武关，从南面走，就陕西南面，调动项羽的兵力。项羽说：“好，你要跑，从陕西、湖北那么汉水面过来，我要截，他一截你再回去，这个荥阳当面的压力不就小了吗？”战场上的局势印证了袁生的判断。项羽在得知刘邦进军南阳的消息后，决定放弃进攻荥阳、成皋，率楚军主力驰赴南阳，寻找机会与刘邦决战。可是楚军一来，刘邦坚守不战，双方依然维持僵持局面。项羽的长途奔袭徒劳无功。这还不够，彭越此时开始大规模侵入西楚本土。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打，敌疲我追。这是革命战争时期我军经常使用的游击战术。而早在楚汉相争的冷兵器时代，就有一个人已经把这种战术运用到了战场上。这个人名叫彭越。彭越是山东人，这个人呐，打家劫舍，是山间一会儿，就是一个用现代话就是黑社会头。彭越与韩信、英布并称汉初三大名将。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这三个人都出身卑微。韩信是没落的贵族，英布是囚徒，而彭越则是胡匪。然而，胡匪出身的彭越却有着独特的领袖气质，这使得他在整个秦末的战乱中，既依附于强大的诸侯，又具有相当灵活的独立性。贵族出身的项羽并不把彭越放在眼里，因此在秦朝灭亡分封诸侯的时候，也没有给他任何封赏。
在攻打彭城的时候，从项羽那里没有拿到好处的彭越，选择转换阵营，投奔到刘邦的旗下。刘邦将他封为魏国的相国，同时允许他可以不必跟随汉军作战，而是带着自己的部队自由行动。彭越所活动的地区就在今天河南东部和山东西南部一带，这个地点恰好处在西楚都城彭城与荥阳主战场之间，项羽的军粮和后勤补给都需要经过这里才能运输到荥阳前线。而送上门来的粮草，对于胡匪彭越而言，怎么会有不要的道理呢？他总是断项羽的粮道，没粮不就完了吗？这个比前线是还怎么打仗啊？所以彭越在楚汉之争，他的功绩在某种意义上不亚于韩信。彭越的举动到底是在真心帮助刘邦，还是在继续自己的老本行，我们已经无法知道。虽然他的军队不过万人之众，但是这位与韩信、英布齐名的大汉开国功臣，确实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对手。打一仗换一个地方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跑。这种游击战术对于习惯于正面作战的项羽来说，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麻烦。项羽已经失去了英布和范增，深入荥阳的楚军此时远离彭城，遭遇着跳蚤一样的彭越军的突袭。楚军如钢铁般的拳头，怎么也没办法把彭越彻底消灭。虽然南方动荡、人才流失和粮草供应的紧张，使得楚军开始陷入不利的局面，但是项羽认为，只要攻破荥阳，刘邦的势力便会被彻底摧毁。速战速决，成为了项羽此刻最想做，也是最为迫切的事。荥阳城下，一场决战一触即发。公元前204年6月，项羽对荥阳发动第2次正面进攻。这次进攻比第1次更为猛烈，楚军一举攻克荥阳。项羽出战告捷，继续调兵猛攻刘邦所在的成皋。很快，楚军第2次克成皋，战败的汉军退守巩县。楚军连克荥阳、成皋重镇，又取得敖仓军粮，军威大振，重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。可是项羽却发现，像上一次在荥阳一样，刘邦又一次在战场上消失了。原来刘邦见势不妙，在楚军合围成皋之前，已经乘坐夏侯婴驾驶的马车，从成皋北门逃脱而去。那么这一次，刘邦要去哪里？英布的部队、关中的后备军，都已经被他调往成皋、荥阳。被楚军连败2阵。残余部队正在巩县苦战，眼下已经无兵可用了。不过，对于这点，刘邦并不担心。他的目的地是河南修武，那里有一个可以让他安心的人。这个能够在刘邦最危难时刻寄予厚望的关键人物，又会是谁呢？
就在刘邦与项羽在荥阳展开拉锯战之时，刘邦军中最优秀的将领韩信并不在荥阳前线，而是被刘邦派去开辟北方战场。韩信的这个举措呀，应该可以说是一个这场楚汉战争的一个胜负手。他等于是怎么样呢？其实说白了，就等于刘邦率领一部分汉军，以刘邦自身为诱饵，吸引住项羽的这个主力。韩信的这个计划成为楚汉战场形势逆转的关键。刘邦和项羽之间长期势均力敌的对峙，其最后的胜负将取决于韩信开辟北方战场的结果。就相当于两个拳击手正在这打拳，等于是我用这只拳头隔住你的重拳，然后打出了一记左勾拳，攻你的软肋。那么刘邦就是用来防御的这只手，而韩信自己就是这个左勾拳。韩信在楚军的侧翼势如破竹，连续攻下了代、赵、燕以及实力雄厚的齐国。此时的齐国早在彭城之战后就与楚国结盟，齐王只好派人去向项羽求救。对于项羽来说，来自齐国的这次求救是不是上天赐予的机遇呢？或许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和齐国合力，共同击杀刘邦。谁控制了齐国，谁也许就会成为最后胜利者。思虑再三，项羽决定派出自己一半的兵力前去援齐，由自己最勇猛的将领龙驹亲自领兵。龙驹是项羽手中的利刃。早在灭秦战争中，龙驹就曾大破秦军，而且不久之前，他刚刚击败了另一位猛将英布，使得英布不得不丢下九江国，与随和一起逃到了广武山的汉军营里。这对于龙驹的自信心，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提升。韩信对龙驹，这场战争的输赢，更可以直接影响到荥阳战场上楚汉战争的结局。龙驹带走了几乎一半的楚兵，他的援齐部队号称20万，而韩信的东征军团却只有不足5万人。他根本没有把韩信放在心上。冬天的渭水两岸，龙驹和韩信摆开决战的阵势。韩信似乎总是面对这样以寡敌众的战役，他非常明白自己的劣势。面对咄咄逼人的龙驹，韩信又该如何应对呢？这时正值严冬，渭水原本属于枯水期，但公元前203年的天气却特别暖和，上游洞穴很快融化，河流湍急。敏锐的韩信早已发现这一反常现象。到达渭水西岸的当天晚上，韩信就开始排兵布阵。他派出一组特遣队，趁夜色掩护，迅速赶到渭水上游，用数万个沙囊将上游的水堵住，使渭水断流。这时楚军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即将展开的血战上，根本没有人察觉到渭水水位的变化。
一切准备妥当，韩信趁着水位降低，带着一半的军队渡过渭水，向龙驹发起进攻。一番拼杀后，便佯装战败后撤。龙驹亲率楚军乘胜渡过渭水，准备反攻西岸的汉军。韩信见时机成熟，下令埋伏在上游的汉军队伍扒开堵住水流的沙囊。一时间，大水奔腾而至，向正在渡河作战的楚军冲去。本来只是齐腰的河水，瞬间没过了头顶，楚军大乱。已经渡过渭水的一部分楚军，突然成了背水深入的孤军。韩信命令弓弩队急速上前，对着快上岸的楚军展开猛烈攻击。项羽麾下这位最勇猛的将领，就这样在渭水中死在了万箭之下。项羽的胳膊啪啪啪全在这切断了。在大众人迂回过程中，迂回到项羽的右翼。项羽右翼，他把项羽的那几个盟友全部给切断，投降的投降，歼灭的歼灭。我们从地图上也能看得出来，等于是与刘邦之间形成了对项羽的两翼夹击之势。所以，等韩信把北方战线平定了之后，整个楚汉战争应该说大局已定。胜利对于曾经百战百胜的霸王项羽来说，一下子变得渺茫了。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做错了，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改变现在的局面呢？战争还在继续，但是项羽手中的筹码却越来越少。楚汉之争的天平开始慢慢向刘邦倾斜。垓下战场四面楚歌，英雄与美人的生离死别，为后世谱写了无穷无尽的缠绵情思。